这个呢是绣球，它起源于我们中国的唐代，是唐代的时候，贵族之间的一个社交玩具，就像蹴鞠一样，只不过它是一个抛接的玩具，像蹴鞠它是一个踢的足部的游戏，这个是一个抛接玩具。李白曾经在他的宫中行乐词里面有讲素女明珠配，天人弄彩球，描述的就是宫廷里面宫女陪各自的小主这样子去抛接彩球游戏的这样一个场景。我对它的理解就有点像一个比较奢华的这样一个沙包。就沙包大家应该小时候都玩过，就是这样子投掷类的游戏。在过去的贵族嘛，他也会有一些男子也会玩这种游戏，就是大家行酒令，会这样围坐一圈，然后比如说我这样抛出去，你有没有接到？在这种突然袭击，如果你接到了，你就赢了；如果你没有接到，你就要饮酒3杯这样子的。对吧？行酒令是它的其中一种玩法，就是我们有一个很红的电视剧叫《知否知否》，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小公爷送了明兰一箱礼物，然后让她在里面挑，她的那个侍女小桃就拿出来了一个球，一边抛一边在跟她聊一些闺中的话题，所以的话，它其实也是礼物，因为它的制作，工期也很长，然后制作成本也很高。所以的话，它的整一个这个制作的，环节吧，就限定了它的一些参与的层面，所以它是基本上是宫廷或者贵族使用的。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叫货郎图里可以看到，就是货郎图它在中国的整一个历史传承中，对于我们的这个民风啊、民俗啊，是一个很好的记录。我们可以在货郎图里面看到，它是分2类的，一类就是说它的这个货架和它的衣着都是相对比较朴素的，这是一个行走于民间的一个货郎的一个状态。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可以从画的背景，它的整一个背景雕梁画栋，然后包括说它的伞架以及它的服饰都是很华丽的。这个主要是服务于贵族阶层或者是宫廷的这样一个货郎。我们在这一个类的货郎图里可以看到，它的伞架上面就悬挂有绣球。随着这个普及，包括说，可能我可以绣的简单一点，或者是我用不了丝线，我可以用棉线也在慢慢的普及，一直到从这个唐朝、宋朝，它都是普及率很高的，包括明朝，我们在各期的货郎图里其实都可以看到。就是按纯古法的话，它是球里面的球心也是制作的，它不像我们现在是用的就是我们是可以选一些成品的，比如说我用一些羊毛或者棉花是可以制作成这种成品的球心来使用的，但是古代的时候是不可以的，他们也没有这个现成的东西可以用，所以他们就会用比如说衣服做衣服剩下的面料，或者是谷物，或者是棉花，所以是很环保的，就一点废的东西都不会剩，都把它利用起来。然后，通过这种层层的缠绕，其实制作方法是大差不差，只是说，他们古代的时候是我从里到外纯手工，我们现在借助于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求新的那一部分选择。有选择，你是可以用纯手工，也可以是用这种成品的。其他的整一个制作方案都是跟古法是一致的。通常的话，我们是会做几个，比如说一个我认为是比较成熟的纹样，我们要来回打几次稿，有的时候是配色，有的时候是试图样，然后一般拿出来的话会有很多废球。也是需要不断的草稿，因为有的时候，你构思出的这个东西跟实际上它在球体呈现的话也不一样。包括说，就这些线，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色彩跟它缠绕到球上的时候所呈现出的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会我们同一个红色，我们也会打不同的样出来，然后这样子的话才能在你做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包括说，比如说像这个球，我就同一种蓝，
我就要打各种不同的来试，包括说绿也是打各种不同的绿，然后最后才能选定一个。就有时候还会拆，就是绣，发现绣错了，尤其是像做这种纹样，有时候做完了以后发现它因为它是一边压一边，绣完了以后发现压错了，你就要拆掉重新。它的工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大小，它其实主要是取决于我纹样的复杂程度。像这种的满绣，就是我的绣线把我所有的诉求完全盖住了，你是一点都看不到的。这种的话，我基本上这个大小要做3天左右。然后的话，如果说你是这种的，你可以看到我下面很多的，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设计，你下面的诉求能不能跟你上面的纹样有机结合。如果可以的话，它露出来是不难看的。但如果说没有设计好，那可能就会效果差强人意。像这种的话，你想所有这些覆盖的时间都省下来，那它工期能缩到一半。人对美的这个理解是通的，就像说美学教育，它其实不是说专项的告诉你这个是美的，这个是不美的，它其实是取决于你对美好事物的一个感知。非遗它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它老气了、过时了、out 了，其实也是被审美限制住了。就比如说，我们平时穿衣服，我们会说，你穿衣服不要超过3种颜色。其实是因为，如果你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学教育，你要同时把控好这些颜色会比较难。所以的话，嗯，我们很多非遗传统的东西它不美，也是因为说上一代它美学教育的缺失。不是说这个东西它本身不美，所以我觉得，绣球它的寓意，然后它的纹样构成，我们一旦把设计的力量赋能在上面的话，它会呈现出一些嗯很极致的美，就是很绚烂，它可以装点我们的生活，可以成为陈设。就是要把它跟我们现代生活的审美啊，这些东西都去做一个有机的结合。嗯，会变得比较平和吧。因为，比如说以前带项目，到这个时间节点了，交不出来的话，就是人就很暴躁，而且你要不眠不休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是一定要把时间节点这些该交的任务都交掉，就是人是处于一个比较燥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做非遗以后，就是整个人会静很多，而且会比较能自洽，就沉浸在这里，就很专心的做，我听着音乐一直不停的在做，会很放松。可能会跟这样的话，会跟家里的亲子关系呀、夫妻关系啊，各方面都会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么狂躁，而且交不出来，我就是交不出来，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到点了，就是你必须要交产品。这我在跟别人跟客户谈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我说我这是纯手工的，如果急我就不接了。你也会因为做了非遗以后，自己会比较有态度，就感觉不那么像工具人了。你是个创作者。就是也不是说因为我是创作者，我就摆谱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开始尊重时间了，尊重时间，尊重人，这个东西它就是需要时间才能完成。我并不因为你给我的钱多，或者说是你的项目大，我就能超越时间去完成，那除非你放弃质量。所以的话，就是它会让人更尊重时间，更尊重人。